座城市的历史，我们可以用眼看到，用心去读，往往也能用嘴去品味。泉州的味道，有魏晋时期衣冠南渡带来的中原习俗，也有着大航海时代东方第一大港所容纳的世界食材，还有数百万闽南人下南洋带回的各国风味。如果要选一道美食最能代表泉州这座千年古城，那么毋庸置疑，一定会是它。老板，我来了。好，你好。这个牛排要吗？要。哦，非常好的土牛的。哦，好。这粉。老黄的小饭馆主打的是泉州人最爱的3件套：牛排、牛肉羹、咸饭。牛排并不是西式的煎牛排，而是采用中式的炖煮。牛肉羹需要用1个多小时的手工抓打，十分耗力。而咸饭是闽南人在物资匮乏时期的主食，陪伴了人们数百年。到了中午，要上人了。小店路对面的关帝庙前，虔诚的人们上完了香。隔壁的中国第1个清真寺清凉寺的礼拜也已结束。不远处来欣赏老子天下第一的游客也发过了朋友圈。信仰妈祖的讨海人也求完了未来的几天的风调雨顺。这座城市的人们会在这里相遇，品味泉州的味道。这是牛排馆。哎，老板，你那特色是什么呀？咸饭牛排有羹。咸饭牛排有羹。来个牛排，这个就是我的牛排套餐，有主食，有肉，还有汤。我先考考你们，刚才那个卖牛排的老板说的闽南语，这些菜怎么说呢？如果你们记得话，我就给你们吃；如果你们记不得，那这个只好我来吃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叫藕白，这个是叫乌鸦丁，这个是叫什么羹来着？咸饭。什么？咸饭牛排有羹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如此人间美味，只好让我小可来吃了。你也没答对呀。不管了，我先吃了。这个味道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，它既有点红烧，但又不是完全红烧，就是有一种复合的那种香味。牛排确实是非常的入味，而且炖得非常的烂，就是你一嚼它这个肉就能撕下来。当然这么烂了，我炖了2个小时啊。泉州不是临海城市吗？怎么会这么喜欢吃牛排啊？为什么这个阿拉伯人跟这个回族人哦，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哦，这个来这个泉州哦，贸易很繁华啊，来泉州经商了。宋元时期是泉州的高光时刻，中国对外贸易是从西域开始，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海运成为了主流。曾经偏僻的东南沿海地区一跃成了和世界交流的窗口。泉州也从一个小城市变成了东方第1大港。阿拉伯人都是吃牛肉的，信仰不一样嘛。回族人跟回民都是吃牛肉嘛，尊重他们那边的信仰。信仰，对。到后来哦，泉州人哦，一周能吃个好几天。吃的让人家会感觉一直想再来吃。越多的人吃牛肉。
富有的阿拉伯商人把牛肉文化带到了这个海边城市，牛排的主材有了，但它还要等待一种灵魂调料的到来，这一等就是几百年。我老爸跟我爷爷去南洋打个工，人家那个南洋都是那个西餐的啊，我爷爷有带一点那个香料跟咖喱带过来泉州，放一点香料，很好吃啊。到我爷爷1910年到现在是110多年了，哇，110！单单我做了就是快50年了。时间的力量让相隔几万里的食材相遇，再加上中原大地的烹饪方法，才产生了这道咖喱牛排。时间的力量也让牛肉在几个小时的烧煮过程中发生了美妙的变化。看着这个汁儿色泽这么好，看起来就很下饭。我来试一试。太满足了。吃完肉，吃完饭，我们接下来该喝汤了。非常的滑，非常的弹，你吃到嘴里之后，它在一瞬间又能让你感受到就是特别的脆。怎么会这么滑这么弹呢？我们这个牛肋根我亲自下去做，买来就开始切丝，切，手工来做。一缸牛肋根要80分钟。80分钟。对。这用手搅到起泡，起泡要下浑，再搅到有粘性。这几道菜啊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中西结合。就比如说这个牛排呢，就是牛肉配咖喱，还有这个牛肉羹，就是地瓜粉，还有胡椒，还有咸饭啊，它里边还配了有胡萝卜。你看这些辈分上，就属胡子辈儿辈分最高，比如说胡椒呀、胡萝卜呀，这个就是从两汉时期走陆运的丝绸之路从西域进来的。班子辈就是番薯啊，还有番鸭，这些就是在宋元时期从泉州这边引进而来的。来泉州吃一次牛排，就相当于吃了1000年的历史啊！随着饭点过去，客人少了起来，老黄也准备回去休息。这家店老黄已经开了40多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准备把生意慢慢交给儿子来搞。我想了好久我想要开一家店。现在年轻人那么多，我想要弄一点新的味道，像那种西式牛排的那一种，你感觉呢？传统和创新在有的地方可能会成为冲突，但是在闽南并不存在。闽南人都喜欢拼，这个你去拼是对啊，输赢你要承担了很好啊，好事啊泉州人的身上流着闽南文化最传统的血液，但是他们又是矛盾的。在这里有很多家40多年的老店。从改革开放起，泉州人就敢为天下先。正是这股拼劲儿，让泉州的经济从改开前的全省倒数第2，拼到了现在连续20多年的全省第1，全国前20。